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量子卷积神经网络 QCNN 基本概念的探索。好，那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一些啦。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来看一下量子计算的角色，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我们这个 CNN 走向 QCNN，基本上呢，这个 Q 指的是 quantum 嘛，那 quantum 它基本上并不是说所有东西呢全部由量子计算来下去做处理，而是怎么样？而是它跟这个传统计算呢是属于相互协作的部分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它基本上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呢，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量子计算的能力还不是这个非常的普及啊。重点是呢，我们这个量子位元也没有足够的数量让我们下去做操作。所以在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量子卷积层啊、量子磁化层啊，以及量子这个权利链层，它在这个量子位元的运用上面呢，它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我们必须把这个传统的计算以及这个量子计算像这个下去做这个相互协作去做搭配。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类比成什么东西？类比成从 CPU 走到 GPU， 从 GPU 走到 TPU， 并不会说因为我们这个 GPU 已经成熟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运算能力都全部交给 GPU 下去做运算。因为呢 CPU 跟 GPU 它基本上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都还是用 CPU 在做运算。只有这个需要去做平行大量简单的运算，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交给谁？我们才会交给 GPU 下去做。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当我们有一些特定以及特别适合量子处理的任务，我们才会从传统计算交给谁？交给量子计算来去做处理。因此，分工合作可以让 QCNN 可以提供传统 CNN 所不具备的处理能力。这边指的是什么？基本上指的就是量子优势了就是说，如果你的东西或者说你所计算的这个任务特别适合使用量子来去做处理的话，它的特色才可以去展现出来。那量子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量子位元它里面它是透过叠加跟纠缠嘛，所以呢 QCNN 它就有望在这个处理特定类型的资料时能够超越传统 CNN 的效能。好，这个是量子计算我们在这个地方帮它所定义的一个角色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CNN 的案例我们这个比较经典都是使用什么 NIST， 所以呢当然了，我们这个 QCNN 也是使用这个 NIST 的图片集为什么选 NIST 我们图片集基本上有2套啦，之前提过一个就是手写资料集一个是 CR10 那2个的差异呢 ，NIST 的资料它的尺寸比较小，28×28数量有6万张它基本上是足够的。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它是属于灰阶图像。那如果你用的是 CR10 呢，基本上它色彩通透 RGB 3原色3个色彩通道，所以它在资料量上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目前会受限于这个量子位元的数量，所以我们尽可能去降低我们的资料量当然后面的练习可以使用这个 CR10 大家可以用 CR10 再下去做练习好，那总之呢，我们现在目前课程内容呢使用的就是 NIST 的图片集来去做这样子的案例好，那在这个地方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如果已经确定好我的资料集，所以呢，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个 QCNN 如果就 CNN 来讲啦，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做这种卷积层，要去做磁化层，以及去做任务分类。任务分类的是谁在做的？就是权连接层这边在做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升级成什么？这个量子的卷积层、量子的磁化层，以及量子的这个权连接层。好，那前面是这样子讲啦，可是不要忘记其实呢，它完整的过程是第一个。你的资料集也要转换成量子的版本，所以呢，你必须要把图片进行什么量子的编码原本的传统资料变成量子的版本的资料集。好，接下来你还去设计量子的卷积层，去设计量子的磁化层，以及去设计量子的权连接层让它去做分类任务。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项一项看这些问题怎么样下去做解决。首先是资料编码的问题。好 ，NIST 呢，它是28×28的像素那怎么样把它转换成这个适合量子位元的这个处理那因为28×28它的这个尺寸是784嘛，2828784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呢，从原本的这个资料集丢到量子计算里面去呢，我们至少要准备几个量子位元，就是784个量子位元。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量子的技术像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的使用量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提供这样子量子位元的需求，所以呢，我这个可能一开始就卡关了这个还没开始就卡住了我们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跟以前在做 NN 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NIST 这个资料，这个手写明明可以写很大，为什么要弄这么小？因为当时282878是当时的极限了。可是呢，不应用到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量子位元，差不多就有，一般的模拟大概有20个量子位元可以让你下去做使用。这个跟784下去做相比，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把我的资料整个塞进去，没有办法把我的资料的特征塞到这个量子位元可用的数量里面，让它下去做量子运算这个我们有很多任务就很难开始进行下去了哈。好，那假设了，我们真的有784个这个量子位元刚好可以去做这个 NIST 的资料集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哈？根据我们编码后的这个量子位元的数量我们来去设计我们这个量子卷积层。因为我们会说了，在 CNN 里面我们会去做什么？卷积磁化、卷积磁化、卷积磁化嘛。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卡住的就是要去设计这个量子卷积层了。好，在这个地方已经提供了一个这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运用这个参数化量子闸把我们的量子位元的子集运用于这个量子位元的子集来去模拟卷积的操作。就我们目前在 CNN 卷积的这个动作任务呢，我们透过这个参数化量子闸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好，接下来怎么样去做磁化？好，经过一系列的这个量子卷积层之后基本上应该是我们这边的一系列指的是这个卷积磁化、卷积磁化啦。好，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做卷积、卷积、卷积磁化卷积磁化、卷积、卷积磁化。好，对我们还是前面的讲法，它没有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卷积量子版本的卷积之后呢，通常还会做什么东西？你要去做一下磁化。磁化的目的是什么？磁化的目的呢，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资料的维度去做缩减。然后呢，虽然我们的量子位元已经够小了啦这个已经小到好像是不需要去做这个维度的缩减了可是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我们有非常足够的量子位元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做一下磁化啦。磁化目的是什么？降低你的这个维度同时去保留你的特征这是我们之前的讲法嘛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你已经进到量子了，你像是在量子的这个卷积层后面 output 输出之后呢，它要接什么东西？假设你要接磁化也好，或者是你要加这个全连接层也好，它现在目前的版本是什么？它现在是目前是量子的资料，量子的版本，所以在后面如果说你要继续做的话，通常应该会直接把它接上去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其实以前有一些这个比较复杂、比较大量需要去做平行的小量计算，会从 CPU 转到 GPU。当我的资料从 CPU 的记忆体复制移动到 GPU 的记忆体，让它可以在 GPU 下去做运算的时候，运算完之后结果最后还是得回到 CPU。好，如果我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东西要委托 GPU 下去做计算的话，我一定是在 GPU 的记忆体还在 GPU 的记忆体里面，让它继续去做运算，运算完全部我们想做的事情做完之后，才会把它拉回去拉回去从这个 GPU 记忆体拉回去到 CPU 记忆体，让 CPU 继续做它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资料都已经在我们的这个量子的卷积层里面已经处理好，而且已经来到 output， 那通常我们会希望说，那我们继续让它去接上我们磁化层。这个磁化层呢，也必须是量子的版本，因为它如果离开的话它要离开的话，基本上它这个我们现在如果有做的话，基本上通常会让它离开了如果说要让它这个流程非常好的话，通常会在里面让它持续做，让它直接在里面做好。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再去设计我们这什么量子磁化层来去进一步做资料处理。好，如果你的这个量子的这个计算能力，或者它的机器本身是非常好的机器那我们可能会一口气让它继续往下做就是让它接上我们的量子全连接层。好，那其实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它是会有机会，我们把资料从量子的这个资料把它转回成普通资料，然后再接上传统的连接层，继续做我们分类任务。这个基本上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下。现在目前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做的，可是呢，它会受限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量子计算的环境，以及我们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它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一步到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需要把它交由量子下去做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一段转换成量子不要忘记转换过去只是说你把那个环境给准备好。可是呢，你的资料一定要从原始资料转换成量子版本，所以你还要去做一次编码，把
编成量子可以处理的资料。好，然后呢，再让它从，例如说你是从这个卷积量子卷积，然后去接这个量子磁化量子磁化处理完之后，再去接这个量子的权利阶层它最后可能会吐出一个结果。如果它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话，就变成说你打算做哪一段做哪一段一段一段下去做处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量子卷积层量子卷积层的这个设计目的呢，基本上它就是做卷积的事情那所以呢，它就是要去模拟我们的传统 CNN 卷积层的功能。好，那在传统卷积层里面呢，它需要透过一组这个滤波器它的基本上它做事情是什么？就是让输入的值跟滤波器去做相乘。我们滤波器你要看你那个 kernel size 像我们之前讲 kernel size 什么3×3、4×4，通常目前我是没看到5×5啦。当然会有一些人会有需求去做5×，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影像是来到这个 Full HD 4K 8K 这个时候，你要很快的去做到你的这个特征资料的去做抽取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 kernel size 一开始可能会先把它设大一点，设成5×5、6×6，让它我们的维度呢可以快速的去做资料缩小。如果说啦，就我们像目前来到了这个什么 4K 高画质或是 8K 高画质，我们能不能用传统的这个 NN 下去做？传统 NN 就是用传统类神经网络，当然可以你就要把 4K 的或 8K 的宽度乘高度乘以多少，再乘以 RGB 3通道，哇，资料量非常大。这个即使是现在我们这个运算能力很强悍的情况下，通常也是不建议直接把它丢下去做运算。我们一定会先把原始的 input 的资料去做特征提取，缩小再缩小，缩到我们可以让 NN 去处理的这个程度。NN 指的就是后面的群体阶层让 NN 可以下去做处理之后，它在这个里面的运算基本上就会变得比较 smooth 一点 ，performance 基本上效能会比较好。好，在量子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东西呢，如果它要去做运算的话，如果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量子位元数量不够，好，所以变成说我们资料一定要先想办法去做缩小，缩到它可以放进去。说它可以放进去之后呢，才让它去做我们所谓的资料值以及我们的 kernel size 下去让它去做这个资料的运算。运算完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小的资料，而且它是具有特征的资料，然后再继续往下做。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要去用量子的版本因为量子它是量子闸在做运算好，所以它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流程第一个呢，是我们在量子卷积层里面呢，是透过量子参数闸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可以调整量子闸，它们可以根据你所训练的这个参数来去改变量子位元的状态。那它有点类似于传统卷积层滤波器权重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参数化量子闸的原因因为它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运用方式非常相像。那这个地方呢，量子位元的选择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挑选在量子卷积层里面呢选择一组量子位元来去做参数化量子闸这个不是一个量子位元，是一组量子位元好，那这个呢基本上就类似于我们传统卷积层去选择我们的资料输入选择一个区域来去做运用的这个滤波。好，那在连续的运用上面连这个参数化的量子闸它会在连续运用的量子位元的临近区域上面去通过量子位元的叠加和纠缠来去捕捉以及取得它临近资料的特征。好，这个我们前面是这个方法大概知道了方法大概知道，可是呢，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量子位元可以下去做使用，所以怎么办？刚刚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先克服怎么样去降低我们资料的维度。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至少提供3个方案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为了要去克服实际可以用的量子位元数量呢，我们的资料集呢，我们资料集指的是例如说我们现在是2828784嘛，我们必须要把784个像素就是它784个位元，把它压缩到一定的位元数量，它能去符合我们现在目前的量子位元的需求。那这件事情怎么做第一个方案一使用普通的演算法来去完成我们所谓的预处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784压到一定的尺寸。例如说我们目前的这个量子位元可能是有25个位元怎么样把784压缩到20个位元这里面它有几个问题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只是用普通的这个影像压缩，例如说透过调整解析度把大图直接压成小图这个画面上的资讯会严重失真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一定会用 CNN 下去做，因为 CNN 它可以去即使它的尺寸缩小，它也可以去保留它重要的特征。可是因为我们像是在
资料处理的这个阶段了。资料处理直接从大资料直接压成小资料哈，画面一定会失真，而且呢，它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图片上面的特征或资讯，在资料集的阶段它就已经遗失了哦，它就已经受到损伤了哦。好，那所以第二个方案呢，我们可能可以使用类神经网络来去完成这个预处理。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你要想说，这个资料缩小跟类神经网络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哦？不要忘记哦，如果我们是在 NN 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呢，NN 它做什么事情 ？Input 资料准备好之后，然后呢，它会接上我们假设你中间没有隐藏层，直接实际上 Output，它会把所有的资料全部 Input 进去之后，跟权重相乘之后，得到那个 Output，那个 Output 基本上就是它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假设说你的权重，你权重可以是有训练的，也可以是没有训练的。好，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来去做到原本784压到一定尺寸的这个资料量上面。好，那这种方式啦，它是最直接而且快速的哦。不过我们是目前还是不推荐运用在图像处理上面啦，因为呢，面向于图片上面的运用，它有可能会失去图片空间的资讯以及图片的结构，因为它是很单纯，就是 input 乘上权重来到我们的 output 的结果呢，就是所有这个权重资料上面的加总的结果。这是我们一般在 NN 上面做的事情嘛。好，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啊，的话，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哦。第一个，那个权重的资料，它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呢，它可能是随机产生的。如果说你要让你后面的 QCNN 每次的资料集都是稳定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什么东西？你必须要把 NN 的权重把它保留下来，让它去做每一次初始化的时候都是使用同样的权重的资料下去，从原本784压缩到你指定的资料上面，所以说权重要保留下来啊。第二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权重是用那个乱数随机产生的，所以你可以透过某些方式让 NN 先去做到一些简单的这个训练所谓的训练就是说，我们就如同原本这个传统的这个资料分类的方式，让它训练到一定的程度，让你的这个权重的资料来到一个它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的这个资料识别的能力，然后呢，再把这个权重保留下来，作为什么？作为未来在 QCNN 上面运用的这个权重初始化所使用的资料这是一种方式啦那实际上到底好不好，其实要试过才知道好，因为它只是提供一个想法。好，那第三个方案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推荐的方案，就是我们直接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来去完成预处。你想说，那 CNN 不是本来就在做这个，就已经直接任务做到底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资料预处理是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好，这边的意思啦，其实是指说，我们透过卷积的能力，然后呢，在资料缩小的情况下 ，output 缩小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去保留什么？可以去有效的取出跟保留图片上面的特征。它的空间特征保留，可是我们拿到这个资料并不是要拿去做在这个 CNN 里面去做训。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它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把这个权重或者是把方法把它训练出这个地方基本上不会经过 NN 基本上就是你决定好你的这个磁化的尺寸，或者决定好你卷积的尺寸，决定好之后呢，未来你都使用同样的规格下去做资料的缩减，才不会说这个某一个版本它的资料缩减方式跟另外一个版本所缩减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你的资料缩减方式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后面 QCNN 的这个训练的成效，因为你每次资料进来跟它原本预期的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呢，如果你有使用方案2啦或者是使用方案3，它在这里面的重点是你的资料你的资料基本上都必须要把你的权重或者是把你的方法把它保留下来。当你这个 QCNN 训练完之后未来训练完之后呢，你都必须要使用同样的方法去把你的 input 送到你的这个 NN 里面，或是送到你这个新 NN 里面去转换成比较小的这个资料。然后呢，后面当然是你要再把比较小资料转换成量子版本，送到你的 QCNN 里面去完成它该完成的任务。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